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：俄乌战争对中国来说是百年难遇的好机会，机不可失。俄乌战争极大地影响世界格局，我提出6大预测，也许会成真。第一个预测，是否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？现在的美国和西方经济衰退，法国也好，德国也好，都不会支持北约参战，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。但如果黄土埋到脖子的拜登及政府孤注一掷，极大冒险，美国亲自进场参战属于例外。第二个预测，俄罗斯会不会使用核武器？无论美国暗地里多么希望俄罗斯使用核武器攻击欧洲国家，以便于美国趁机插足和扩大战争，削弱对手，但俄罗斯都将完全用常规武器击败乌克兰。美国参战难以找到借口和胆量。第三个预测，乌克兰能打败俄罗斯吗？显然绝无可能。无论美西方怎么支持，乌克兰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都无法超越俄罗斯，因此乌克兰不可能赢得战争。乌克兰赢的希望只有一个，普京被斩首。而乌克兰的确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，并且在5月9日的俄罗斯胜利日阅兵那天发动了100次无人机袭击，但全都被拦截了。第4个预测，普京明年还会担任俄罗斯总统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现在的俄罗斯的确离不开普京，也没人能够取代普京，而且一干就是6年，直到2030年。中国希望俄罗斯有一个稳定的局势和政权，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。第5个预测，美国及欧盟会长期大力援助乌克兰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日前，美国已经公布了明年的财政预算草案，援助乌克兰的经费只有60亿美元了。因为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，而拜登政府的提案很难通过了。加之美国遇到了史上最严重的债务上限危机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反对提高债务上限，并强调除非美国政府大幅削减政府预算，这样的情况下援助乌克兰的钱会大大减少。第6个预测，俄乌战争何时结束？如果乌军组织大反攻，战争结束得更早，这不是说乌克兰取得胜利，而是因为大反攻将消耗更大的战争资源，即便取得局部胜利，但也会成为强弩之末。在俄军的再反攻之后，乌克兰败得更快。如果西方援助不动或者减少援助，乌克兰则将全面失败。战争结束的时间点或许就在今年冬天之前，西方援助减少了，乌克兰就撑不动了。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，俄乌战争对中国来说是百年一遇的好机会。首先，这将改写世界格局，这个格局其实对中国更有利。俄罗斯因为战争和西方制裁，在世界的影响力降低，这就意味着一部分影响力会向中国转移。比如，中国前不久成功调和中东一对死敌伊朗和沙特恢复外交关系，中东地区国家普遍开始抛弃美国。其次，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会有一部分转向中国。别看美国在欧洲表面上影响力得到了加强，其实反而是削弱。欧洲内部因为战争发生分歧，并且欧洲国家看清了美国的真面目，打击了美国的影响力。比如，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后公开发表呼吁，欧洲不能成为美国的小跟班，不能按照美国的要求与中国脱钩，要加强独立自主。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、德国总理舒尔茨等人赞同马克龙的主张。第三，中国如果定下决心，这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机会，因为美国现在没有能力，连弹药都保障不了乌克兰了，更是顾不过来，也没有能力插手台海问题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我们应该果断决策，抓住这个重大机会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